上一集我们做好四肢移动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早期测试，测试模型在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，趁着还在 Live 2D 的阶段，尽量早点解决。如果你是首次购买 Live 2D， 别忘了使用说明栏中的折扣码，取得软体首购优惠哦。如何制作 2D 模型？输出模型早期测试。1. 纹理、创建、编排、倍率大小。2. 自动眨眼与口型同步。3. 输出档案。4. 放入 Viewer 中测试。1. 纹理、创建。当你做好模型时，你需要输出才有档案，可以进入下一步使用。所以我们点文件，导出运作档，导出为 Mock3 文件。这时候会出现一个视窗，告诉你纹理集生成后调用。因为我们还没有处理纹理，所以不能输出。点选上方的编辑纹理集，选择宽4096，高4096 OK。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调整任何东西，电脑会自动帮我们排好。位于白纸上的是会显示的零件，右边是没有显示的零件，像是参考用的底图可以不用放入纹理中。但如果是需要用到的，只是暂时关起来的零件，就需要点右键将所选的物体放置在纹理集。零件都放好之后，放大检查，可能会发现零件彼此之间有过挤或是重叠的情况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调整。1. 纹理编排。首先我们可以先调整成 30px 的间隔，再让电脑自动编排一次。零件之间的空间会变大，然后我们再放大检查一次是否有重叠的部分。就算不是图的部分重叠，浅蓝色是网格的部分也不能重叠，不然该零件就会显示出不属于它的部分。所以看到有重叠的零件就选取，然后放到空的地方。有些模型的零件可能很多，或是尺寸很大，一张4096可能塞不下。这个时候就可以点选纹理添加，新增一张空白的纹理，然后在前一张纹理选择想要移动的零件，选择第二张纹理，零件就会被转移到第二张纹理的同一个位置。1. 纹理倍率大小。纹理的零件间隔处理好之后，我们要确认是否所有的零件都是 100% 的倍率。如果零件倍率等于 100%， 那就表示会如原图一样的清晰度。如果零件倍率离 100% 越远，零件在纹理占据的面积越小，表示该零件会越不清晰。我们以命运之子的角色为例，可以看到除了脸部比较清晰，其他部分就比较模糊。可能是因为程式的规格要求，所有的零件只能使用一张1024，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。所以他们选择让脸部清晰，而其他部分模糊。这是依照游戏的效能考量而做的选择。所以请依照模型的用途去决定能用几张纹理，尺寸多大，倍率多少。调整完后按下 OK， 纹理就会被存档。2. 自动眨眼与口型同步。这个功能在眼睛跟嘴巴做完之后开启。显示盘清单自动眨眼与口型同步的设定。
对控制左右眼开关的参数和嘴巴开关的参数打勾。再打开建模，打开物理场景混合设定，播放。可以用来检查在动的时候变化是否正常。不过这个功能只有当参数 ID 是官方预设 ID 才会有效。3. 输出档案，选择文件，导出运作档，导出为 Mock3 文件。OK， 我们就会得到这些档案。4. 放入 Viewer 中测试，开启 Viewer， 把档案中的 Mock3 档案拖到 Viewer 中。模型就会在视窗中显现。这个时候，你在模型上用滑鼠长按左键后随意移动，模型会依照你所做的参数而有相对的表现。头会面向滑鼠的方向，也可以用 Auto 加滚轮放大或缩小模型。这集的课程到这边结束，你可以分享给你任何愿意学习的朋友。要是你可以留言，那我会很开心的。我很喜欢看大家的留言。下一集的内容是标准动画，介绍动画模式，会介绍关于 Animation 模式的基础知识。那期待下集再见。